欢迎陈明老师，各位 QEM 奢华美妆香水的朋友们，还有 Podcast、YouTube 的朋友，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陈明老师，还有学姐。你们到现场来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学姐哦。那她在镜头前长得是这样子，干嘛？如果你见到面发现不是这样的话，表示她那一天没有像今天穿的这么的好看。这样 OK， 好，来，今天要帮大家介绍哪一支？这也是 Tiziana 2025的新香。嘿，它怎么念？它叫Osola。它是一个，它算地名吧？他说它是一个，意大利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山路的地方。然后那里刚好有一个茶园。OK， 盛产什么类的茶？红茶、绿茶。好。那意大利北部我可是真的是去过了哦，那边真的是这个大山哦，而且海拔都在对，是很美，3500以上哦。你去的时候有雪吗？雪没有融，没有在上面，上面看得到一点点。对，尖尖的，远远的看这样最美。对，那天气又非常的好，阳光照在这个雪山上面，真的。来，我们赶快来先闻闻看这一支是不是真的有高山茶园的味道？对，它就是以茶园里在喝茶的氛围。好，你刚刚真没有喷吗？没有。好。怎么有一点略微甜甜的米香？你还在跑？对，它有放水果进去烘托那个绿茶跟红茶的香气。那是什么水果嘞？柑橘跟椰子。柑橘、椰子，对。好妙，为什么会把茶香跟椰子合在一起？对，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把茶香跟椰子放在一起，这很特别的组合啊。对啊，这个很像早上欧洲有那一种怎么讲那种早上的市场，有没有？他们各自家都会准备一些蔬菜水果，白天就在这种市集直接开始卖。那我觉得这个很有你在逛早上晨间市集的味道。那他们一摊一摊的水果颜色都还蛮明亮的，区分的很好。我觉得如果有一种茶叫椰奶茶应该会很像这个味道。有，我们自己想象的，我没有喝过椰奶茶这种东西，也没听过。但我就想象，如果你把椰奶加入了红茶，然后加一点点柑橘的香气在里面，然后把它打在一起，我现在就觉得在伯爵茶里加了椰奶的感觉这组合很妙。对，我也觉得很妙啊。然后又有一点泰式那种，是不是叫沙爹？是不是？沙爹有没有？你每次都好想破坏画面，我真是，这被你打败了。人家本来是在那种清晨你可能在饭店的那种花园里面，对，然后喝着那个人家刚冲泡好的那种椰奶茶，然后觉得天啊，对，它好像有点要营造那个清晨，茶刚泡好，然后外面也是薄薄的雾气，然后茶的那个热气也是降上来的那个感觉，它好像想要营造那个氛围出来。有，因为现在其实它的基底有一个柑橘的香气，一直都在刺激你的鼻腔，对不对？那就很像我们在装一壶热茶，要准备拿起来倒的之前呢，你会先闻一下这个茶香，那闻一下茶香，没想到它这个太热了，它雾气蒸腾啊，有没有？然后冲到你的鼻腔。对。我们现在那个柑橘带出来，就有一点那一种热气往你的鼻腔里面冲的那种味道。有清晨
大家都还没起床，你已经先沏好了一壶茶，准备开始享用了。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画面跟大家说嘞？我忘记是哪一部电影。哎，太好了，你又要说电影了。糟糕，可是我突然想不起来是哪一部电影。那你要讲剧情吗？很久，就是一个穿着白色的那种，就是早期那种30-40年代啊，他们那种英国的女生那种淑女啊，清早就要穿好一整身的像礼服一样的衣服啊，白色的，对，然后有束腰，不是蓬蓬裙哦，就是束腰，然后窄窄的那种洋裙，白色，然后会撑着一个阳伞，奥黛丽·赫本，类似这样的，蒂凡内早餐，很像，然后就在饭店的花园里面，然后在那里喝了这样冲泡好那种可能那种大厨特调好的一杯那种椰奶加上伯爵茶这样的茶香。然后那个花香会在，因为花园里面呢百花盛开，你就觉得那个花香慢慢的隐约的，我觉得现在我的花香开始慢慢的，稍微的飘出来。有。可是那个花香又就是它就是点缀，到目前为止还是点缀。是。然后呢，你就一边欣赏着花园，然后一边欣赏着那种早晨的阳光，然后喝着那个热气蒸腾的奶茶。OK。所以老师，你闻到的是奶茶啦，对不对？那是很优雅，我觉得是很优雅的喝奶茶，不是那种你走在路上那种一杯60-70块，然后泡他插的吸管在那里喝的，不一样。这是一杯人家那种特调好的，然后非常优雅，人家坐在那个饭店的花园里面喝的奶茶。这是有装在漂亮的瓷杯里面的茶。OK， 好，这个牛奶可能是驼奶。骆驼奶比较稀有、比较高级的，会吗？还是这我就没有那么椰奶，它是用椰奶哦，椰奶有椰子味道的。其实这个椰子跟柑橘撞在一起，其实很妙。我一直觉得那个味道很妙。对，如果你没有实际来闻过，你把这两个兜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一下。我有闻到一股那种色感的绿意，我是觉得有那么几片叶子在里面，对哦，不是整片的哦，不是绿油油整片的哦，就是大概几片叶子的点缀，它有橙叶，它有苦橙叶，还有绿茶，然后还有红茶，还有柑橘，我觉得它是很努力要把绿茶跟红茶结合在一起，因为外国人对红茶印象是伯爵茶，那伯爵茶又用柑橘去烘焙嘛，所以他们的红茶他们都会觉得会有带柑橘香，然后他也很努力的要把绿茶那个绿的感觉用橙叶去衬出来，是衬那个茶香出来，它是一个一开始他很努力想要把绿茶跟红茶结合在一起，对。然后又要给你一个明亮清晨的感觉。为什么我们特别一直讲是明亮清晨？因为我觉得它透过柑橘或者是那个橘皮的那种油，有没有？拉出这种清晨刚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那一种早上的凉意，凉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会特别觉得好像是在清晨，因为我们3个都不约而同的讲到了，好像是在清晨的时候。你可以闻闻看。它这种透过柑橘带出来的酸爽感，在这个早上薄雾刚起的时候，而且你还可以喝着茶，看着阿尔卑斯山上的美景。好，老师，那这一支用在什么时间点会是个好时机嘞？我觉得它很适合你跟人家分享这个香水的特别，就这一支实在是太有特点啊。你只要有朋友来你家里，或者是你到外面跟朋友聚会，你说我今天喷了一支非常有艺术，可是又很实穿的一支香水，你就告诉他，一定没有几个人会想到说他会把椰奶跟茶香跟花香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么又特别却又实穿的一支香水。OK， 好，学姐呢，你会用在什么时机呢？老师是。有朋友来他家，他要 demo 的时候，他要这个展示他的这个宝物的时候，这支真的不一样。我也会觉得是跟姐妹去喝下午茶，或是你去参加一个白天的发表会，或是或说明会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味道是特别的，人家会记住你，但是又不会太过于
奔放或打扰到别人。OK， 好，那我觉得它的后调还会再变化，因为 TT 的至少我们现在拍的都后调也都算太短了啦，它至少要8个小时，可以欣赏一下。现在在我们手上都是油油亮亮的嘛，OK， 表示它的对啊，它是非常的持香的哦。那我们回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后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待会见，拜拜拜拜。欧苏拉后调回来了，2位学姐后调。我好像是因为那个依兰出来之后跟椰奶结合，我有那个婴儿身上的味道，或是微微的皮感，也有一点粉感哦。对，奶香的，奶香，对。叫什么？超宁啊哦，老师嘞？我觉得我身上的味道比较像是它那个茶香衬底还在，没有完全退掉，但是呢，那个花香晚香玉依然的那个花香占据比较主要的一个角色，在前面，然后甚至那个一带的奶感的花香会让它。我觉得让它的扩香还是一样很棒。是，那你的茶还是一样是奶茶系，还是红茶或者是绿茶嘞？红茶比较多。我现在是红茶比较多。红茶比较多。那椰奶的感觉也比较下去了，是不是？比较下去一点，但是那个奶感是混着那个花香的感觉。我的很奶耶。你的现在是很奶的。觉得老师觉得对你的没有你没有很奶，我的花香比较多啦。所以你们2个现在身上走的不太一样，有点分歧了。对 ，OK， 怪不得你的偏也就比较甜，你的也比较甜。对，在我身上很甜，然后很奶。可是在老师身上还是有茶香的感觉。OK， 所以来试香的时候，真的每个人状态不一样，真的会有两边的走法。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奶味多的呢，还是我比较喜欢他身上的感觉。通常人都这样，比较喜欢别人身上呈现的感觉。那老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自己这个味道。就像他们 TT 有一支彗星系列的哈雷，那个花香调表不是一大串嘛？它里面有一个鸢尾，其实我从来都没有闻过，闻不到了，闻不到的鸢尾。可是有一次我带去给我同事家里给他们试闻，有一个女生身上。那个鸢尾是突然冒出来的，大爆我在我没有在任何人身上闻过或纸上闻过鸢尾，可是那个人身上就突然鸢尾整个冒出来，非常的明显。这也是沙龙香厉害的地方。对，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不尽然相同一样。对，这个才是有特色。所以那一只你从来没闻过鸢尾，在你的朋友身上却出现了鸢尾，这个神奇。好，那来2位给一下这一支分数，这一次老师先好了。老师，你给这一支，我会给他9.8，很高，9.8。它这个带花香的茶香，然后真的很好闻。然后这样子3调，我觉得应该是很明显的。前面的那个带椰奶的那个茶香，那种椰奶茶香，然后你好像在那个花园里面的那个氛围，然后清晨喝着那个椰奶茶，还有那种热气蒸腾的感觉。它走到现在，那个茶香就是冷却了，可是那个茶香在我身上还在，然后那个花香开始慢慢的浮现的更明显。对 ，OK， 好，那学姐的这一支9分，9分，好，那掉到9分，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前面要调出他在阿尔卑斯山上茶园得到的那个灵感的氛围，表现的真的很到底。但分数没有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我身上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感觉。但我相信喜欢这种香型的人，他还是会觉得好闻，因为他太奶了，在我身上。他在我身上真的太奶了，有个很甜的奶感。所以你不喜欢太奶的、奶甜的，你不喜欢？我可以接受甜，可是我不喜欢奶甜。但是有人很爱奶甜啊，所以喜欢奶甜的你一定要来试这一支，因为这一支在国外的评分很高。
对。那老师喜欢闻味道，喜欢甜的啦，他喜欢美食啊。对，我喜欢甜。没有，因为在他身上是表现晚香月的甜是他喜欢的。对啊，我喜欢那种花香的甜。对。可是在我身上晚香月闻不到。对，好，所以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第一个，首先他喜好的类型并不一样，所以同样一支香水，在别人身上呈现出来，在我们身上呈现出来，可能就已经不一样了。对，那喜好又有大不相同。对，这个就是沙龙香美妙的地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哦，记得 YouTube 朋友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传给你更多喜欢香水朋友。也谢谢 Podcast 的朋友，在你闲暇时间。戴起耳机，一起进入想象中的香氛世界。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